关注总舵主，啥菜你都会煮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总舵主。今天我们用一块梅头肉，还有一颗梅菜，做一道非常经典的怀旧菜，还是熟悉的配方，还是小时候熟悉的味道。在我的印象中，这是我小时候最爱的一道菜，特别的下饭。首先，我们准备一小颗的这种梅菜。这种梅菜的话，一般在菜市场啊或者超市都有售卖的。接下来取一个干净的盆子，将它放入盆中，然后加水给它浸泡起来。我们先把它的菜叶给它掰下来，这样的话比较好清洗一点，因为白菜叶的根部它可能会藏有泥沙的。接着用水给它清洗3、4遍。因为这种梅菜它的叶子可能会有一些泥沙，还有一些脏东西的，所以要多给它清洗3到4遍。同样，它是用细盐腌制的，所以我们用清水给它浸泡半个钟头，稀释一下。这样的目的避免梅菜过咸。接下来我们准备小葱1把，把小葱清洗干净之后，把它改刀切成葱花。切好后，先给它装起备用。再准备一小块的老姜，给它剁成姜末。剁好后，和葱花装在一起。接下来处理一下猪肉，今天买了8块钱的梅头肉，用五花肉也是可以的。然后将它放进温水里面，给它清洗干净。然后就把它的猪皮去掉。接下来我们把这个梅头肉切成厚厚的大厚片，接下来再将它切成粗的细条。这道梅菜蒸肉饼啊，大家一定要学会，真的是非常的下饭的。接下来再将它改刀切成肉丁。接下来再像我这样子，用2把刀给它剁成肉末。这个肉末啊，我们一定要选择3分肥7分瘦为最好。太瘦的话口感发柴，而太肥的话太过油腻。把肉末剁好之后，先给它装起来备用。这时候再看一下这个梅菜，已经浸泡了半个小时了。我们可以试一下它的咸度，适中就可以了，不能泡得太久，不然梅菜的香味就没有了。然后给它捞出来，攥干水分。这个梅菜头啊，口感不好，将它切掉不要。接下来就开始将梅菜切小，切成类似我这个大小就可以了。菜叶的部位给它多切几刀，不然菜叶会比较长一点。切好了之后，给它装入碗中。接下来我们需要把梅菜炒一下，起锅千万不用放油。热锅了之后，将梅菜放进来，用小火将梅菜煸炒一下，把梅菜的水分给它煸炒出来。如果这时候的梅菜还是比较咸的话，可以在煸炒的过程中加适量的白糖进来，目的是中和一下梅菜的咸味。将梅菜慢慢的煸炒干水分，然后给它盛出来。接下来我们开始制作，肉馅中加入适量的葱花，还有姜末，来些许的生抽、胡椒粉，还有白糖进行调味。盐的话基本是不用放的了，因为梅菜是有一定的盐分的。另外在腌制的时候，可以多次少量的添加清水进来，让这个肉馅吸收水分，这样蒸出来的肉饼口感会更加的嫩。如果像街边快餐店的肉饼，它添加的水可能会更加的多，因为那样子出成率会比较高一点。这个肉馅给它少量多次的添加进清水，给它重复的搅拌，再添加清水，再次搅拌。有些人做出来的肉饼真的是非常柴的，那是因为你没有添加清水，让它吸透水了之后真的是非常的嫩的。
这个颜色太白了，那就可以加适量的老抽进来，给它添加一下颜色。接下来就可以把炒过的梅菜给它加进来了，将梅菜和肉馅充分的搅拌均匀，中途还得给它摔打几下。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加少许的生粉进来，像如果街边的那种快餐店的话，它可能加的很多的生粉进来，把加进来的生粉给它揉搓进去，然后再反复的摔打上劲。接下来取一个干净的盆子，在盘底扫上一层油。接下来把我们刚刚打好的肉馅给它放入盘中，然后用手将它均匀的摊开铺平，最后用纸巾给它擦一下碟边，不然蒸熟出来后是很难给它清理干净的。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开始蒸制了，起锅烧水，水开上气了之后，盖上盖子，中大火给它蒸7、8分钟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这个时候已经蒸了7、8分钟了，局势一到，给它出锅，一打开盖子，哇塞，真的是好香啊！家里有条件的话，给它来上些许的小葱花，最后浇上些许的热油就可以了。就这样，这道儿时经典的怀旧菜梅菜蒸肉饼就已经做好了。有菜也有肉，吃起来一点都不腻。梅菜和猪肉这样的一个搭配真的是超绝的。要是家里人没有胃口的时候，给他做上这么一道菜，然后拌着米饭吃，真的是相信你能吃上3大碗，真的是让人特别的开胃，有食欲的。喜欢这一道菜的一定要收藏起来，下次试做一下。好了，今天就分享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